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不管你是不是有在修道，一律都存在魔考。没有修道的人，他所受到的魔考是事业不顺、身体不好、家庭不和、感情不顺，种种的不顺就是魔考。而这些魔考在道家来讲就是业障，这些业障对一般人确实很难消受，有时会逼人轻生。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些种种的不如意事而走入修道这一条路。如果业障太重的要走入修道是不太容易，但如不修道却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修行到一定境界会陆续引来累世冤亲债主及地府的因果业报前来讨报，有些人视之为魔考。这些魔考因人而异，按照《渡人经》所言，魔考可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等3个阶段的考验。魔考是天界大魔对所有人的磨难，也是元始天尊给所有人改变命运、升华自我的机遇。这些磨难就像是修行路上的拦路石，强者通过后，拦路石会成为垫脚石，让道心坚定者走得更远，站得更高。弱者通不过，拦路石会成为绊脚石，让道心不坚者从此痛苦，甚至沉沦。所以道经有言，无魔不成道，即是此理。一、欲界的魔考。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言，北都全曲府中有万鬼群，但欲恶人算，断绝人命门。这就是道经对欲界魔考的直白记载。修道之人在未成真人之前，身体是处于晦气未消、体未动真的状态，在身体内部存在一个鬼界投影，即北都全曲府。在北都全曲府里有上万个鬼群，一个鬼群有上万个鬼，这些鬼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人沉迷于物欲，断绝人的前程。赵生祖师辱骂不去，兼具美色的传说，是正一弟子度过欲界魔考的指明灯。赵生祖师弃家学道，远道而来，接连碰壁，露宿门前，被是乞丐。这显露了道心出城后的力量。赵生祖师能平静度过美色当前、百般挑逗、共处僻壤、言语攻心等系列性欲考验，这展示了摒弃物欲后的力量。可见度过欲界魔考的关键在于摒弃外欲，建立道心。有些道友曾说，他们想来龙虎山皈依传播，路上历尽艰难，接连到飞机、火车、汽车，一路颠簸几十个小时来到四汉天师府，又碰到上清古镇连着几天下着大雨，来到四汉天师府打听情况。谁知平时和善、乐于助人的住观道长们，竟然都不给脸色。这些道友在身体极度疲劳的同时，满腔向道的热血又被浇了一大盆冰水。这些道友自言，平时自己做啥事都顺风顺水，养尊处优的，来到这么个小地方，吃尽了苦头，从而怀疑
甚至熄了向道之心。欲界魔考的主要内容有事业不顺、感情问题、家庭不和、阻挡入道等。修道之路是炼心的孤独之路，大道独行说的就是炼心路，别人很难帮得上忙，基本靠自己。只有自己的心诚，才能勘破欲界的迷雾，度过欲界的魔考。没有准备为大道死上一回的决心和行动，是很难度过欲界的魔考，从而建立起自己的道心。也正因为炼心的孤独路，所以每一个道友在遇到同道之人，才会珍惜这份萍水之缘，才有一股诚亲其同慈爱之感。但修道之人绝不会追逐这份萍水之缘，所以也会坦然放下这样的外缘。而色界的魔考，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言：我界难度，故作动闻，变化非空，以示尔身，成败谢退，度者几人，笑而不度，故谓歌音。这就是道经对色界魔考的直白记载。色界的魔考不好度过，所以度人经专门警醒了各位修道人。色界的大魔能够千变万化，针对每个修道人道心的具体不足之处，对其进行无死角的考验。如果修道人不能度过色界的魔考，这些大魔只会笑话你，并且用歌音的方式告诉你，这一关考验的就是道心是否纯粹。赵生祖师见金不取，长卷不吝，北屋不变的传说，是正一弟子度过色界魔考的指明灯。赵生祖师后山砍柴，偶时重金，天阴作证，弃金而去。这是钱财官对道心的再次检验。赵生祖师托求长卷，北屋不变，不谈人恶，这是名利官对道心的再次考验。可见度过色界魔考的关键在于纯粹道心，尊师重道。色界魔考的对象就是修道人没有改正过来的种种缺点，一让您心灵感到害怕，二让您身体逐渐虚弱。如不能每天忏罪向善，就会腐蚀心灵，道心破碎，对世事感到恐怖，对事业感到无趣，对家庭缺少温暖，对他人缺少慈心，在生活上没主见，在学习上没动力，直到修道之人完全失去信心，色界魔考才会慢慢离开身体。色界魔考的主要内容有：不做功德，唯利是图，目中无人，傲慢很重，自以为是，自吹自擂等。不能通过色界魔考的修道人，在心灵将留下很难弥补的巨疮，从此不敢再提修道的好处，并宣传成道艰难。现在网络充斥了这些感叹修道难、胡说登道无望的言论，不正是色界魔考失败者的写照吗？初步建立的道心需要我们细心呵护，让道心不断于护国济民的积功累德中去完善，
让道心不断在尊师重道的实际行动中去纯粹，坦然让欲界大魔帮助自己稳固、完善出成的道心，不正是无魔不成道的最好说明？三、无色界的魔考。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有言：宝真者少，迷惑者多，仙道难顾，鬼道易写，人道者心，量不由他。这就是道经对无色界魔考的直白记载。完美的道心不是稳固后就一劳永逸了，如何保持一生并贯穿三世，这是无色界魔考的内容。知真登真的人还是不少的，但保真者确实稀少。虽登仙道，却不能走远易入鬼道，邪路易纵欲。人的心可以由自己做主，却容易迷于物欲，而被他人所控制。无色界的大魔考验的就是修道人能否一生奉道，别无所求，随缘遇物，不着万物。赵生祖师存心济物，见虎不惧，舍命从师的传说，是正一弟子度过无色界魔考的指明灯。赵生祖师助人为乐，不求回报，毫无怨心的作为，是赵生祖师道心由内而外毫无巧诈的自然行为。赵生祖师见虎不惧，无畏生死，舍命从师的举措，是赵生祖师道心贯通三世，以命奉道的一生追求。可见度过无色界魔考的关键在于道心永固。以命提道，内心的想法主宰着我们的命运。内心的想法就好像颜料一样，清水加入何种颜料就变成何种颜色。清水就是我们的命运。人心向善，内心之善会吸引外在的善人或善神来相合，命运会变好。人心向恶，内心之恶会吸引外在恶人或恶鬼来相合，命运会变差。无色界魔考的主要内容有：不要名利，越有名利；不要美色，越有美色。最受不了什么，就会招来什么。修道之人一定要心口如一，才能突破命运的限制。如果说的是一套，做的另一套，想的再一套，就会越修越糟，越修越苦。不能通过无色界魔考的修道人，往往不能发大愿心，不能做到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道经有言，要发心与无量天尊同登无极大道的大愿，不要光想着自己，只想努力修好这一世，回仙界后再也不来人间受罪了。如有此种心态，即使能登仙界，也不能长久。度人经皆是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魔考，也许会让人打退堂鼓，不愿意入道修道。但请细思一下就会知道，没有修道的魔考才最严重，因为只能永远在五道中痛苦轮回，不断沉沦，再难有翻身的机会。各位道友，人身难得，今已得，中途难生，今已生。愿各位道友在生活、
工作中向赵生祖师学习，勇敢迎接修道过程中的三界魔考，不向命运低头，勇于突破格局，把握真实本我。修行路上，一个人的命运3分由天，3分任地，还有剩下的3分完全是由自己掌握的。如果自己掌握的3分运用的比较好的话，就会影响甚至转换周边环境，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后，就有了6分的成就，进而感动上苍，得到虚空能量的加持后，就无往而不利。简而言之，也就是老祖宗常挂在嘴边的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自然条件，地利是客观条件，人和是主观条件。对于我们多数普通大众来说，天时和地利都是硬性基础，是个人能力很难企及的，唯有在主观条件上修炼下功夫，在个人心性上精进打基础，才能逐步改变，运转时来，慢慢获得天地自然能量的加持。那观念又该怎么去转呢？心性又该如何去修呢？第一，戒贪不入绝境，心清，灵感自来。什么是贪？贪者，今也，备也含下人之物也，复上人之心也。今者，当下所欲也。备者，财也，色也，好看之物也。就是说，见财起意，见色起意，想把当下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想办法据为己有。简而言之，就是对一切财、色、物动了不该有的非分之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鱼为饵钓。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自然是要加倍偿还的。就如捕猎，所有一切摆在你眼前来诱惑你的东西，不是诱饵就是陷阱。轻则送财，重则失身，急则丢命。当然了，属于自己的合法收入或劳动所得部分，这些是人类吃喝拉撒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基础需求，是不违背自然大道的。这些正常所得的部分不在贪的范畴，不是说到一个贪字就要你连这个基础需求都放弃，没有这样的道理。所谓戒贪，就是指戒邪欲，断非分之想，守住本心，正气内存。只要行得正，做得稳，自然邪不可干。那些邪魔外道就拿你没办法，冤亲债主也不会化作阴性能量前来纠缠。守一不离，躬行久久，内心自然清澈见底，能透过一切事物的表象，看到内在的动机和本质。灵知了，感而遂通。到不了这层境界的人，全因一个贪字所蒙蔽。第二，戒嗔不入困境，心静，慈悲自来。什么是嗔？嗔者，口也，真也，有口无心也，无心不慎也。就是说，以嘴为心，把六尘幻象当成实有，
喜欢用舌根用语言去跟周边事物较真人性，怨天尤人，抱怨周遭事物的种种不公，哀自身命运的种种不幸。简而言之，就是不见己心，把自己的本心本性给弄丢了，如是烦恼无边，不得解脱。禅宗六祖云：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就是说，你用六尘所缘触到的一切都是假象，都不是真实的本心本性。本心本性是活泼泼的，无拘无束的，清净圆明灵光，光亮闪闪的，不应该在事物的表面去寻找。凡事先找别人的问题，一想就疯，一步一步陷入困境。凡事先找自己的问题，一想就通，一点一点回归本来。只有管住自己的嘴，才能守住自己的心。三界为识，万法为心，本心不动，能生万法，能出三界。一切众生皆具菩提自性，我与众生无二无别，不去寻找别人的问题了，不再怨天尤人了，心就自然静了。心静的人能够与自己和谐相处，也就自然能够与万物和谐相处。慈悲待人，慈悲待事，慈悲待物，得大自在也。第三，戒痴不入迷境，心明，智慧自来。什么是痴？痴者，病也，知也，认知障碍也。简而言之，就是执死理，无明未破，偏执固化，犟得像头驴似的。一个人若固执己见，冥顽不化，就会永远卡在这层错误的认知境界里，跳不出来，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没有进步和提升空间，这样会一步一步地掉入底层，干着最脏最累最辛苦的营生，过着驴驮马在一般的生活。但凡能放下我执，能听进不同的意见，则无明自破，能够虚心接受时，就已经拥有了空杯取水的心态，自然也就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学习，源源不断地获取他人的智慧，慢慢突破一层又一层的心能结界，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维度空间。谦受益，满招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放下的。固执的认知会造就固执的性格，固执的性格会雕刻成固执的人生。放下我执之后，人生格局就自然打开，心胸就自然宽广，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海纳百川，无穷无尽的智慧源泉，当下瞬间本自具足，不可斗量。又哪会迷在一处，迷在一境呢？迷在自我封闭的狭小空间呢？第四，戒怒不入窘境，心平，定力自来。什么是怒？怒者，奴也；心也奴者，束缚之人也。心者，离火也，就是压抑不住心中的离火，被这股离火驱使奴役而做出来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木生火，火生于木，
火伐必克，拿什么来克呢？水能灭火。每次动怒之前，先深呼一口气，压住火势到海底，再咽3口唾沫去浇灭它。刚刚快突破喉咙的那股怒火，就奄奄一息发不出来了。若是不管不顾，任性一发，火烧功德林啊！身边所有人都看到了你青筋暴露的跋扈之相，就像看到地狱恶魔一般的惊恐。之后每次见到你都担惊受怕的，不会一个个远离你吗？不会被逐渐边缘化吗？所以喜欢动不动就动怒的人，就是肝火太旺，心浮气躁的，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生活的圈子就会越来越小，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排挤，生活就会越来越窘迫。容易动怒的原因是对有些事情看得太过在乎，太过重要，太放在心上当回事儿，稍微被人触碰一下就容易爆发。要学会看淡这世间之事，除了生死2件大事，其他都是小事。凡是小事，没必要放在心上最重要的位置，也只有看淡了，方能心平，方能气和，知了生死，出轮回，如此才可如如不动，自性圆明。第5，戒慢不入逆境，心宽，福报自来。什么是慢？慢者，心也；慢也慢者，隐也，延长之意也。心从慢之相，就是围绕自心转圈圈，以自我为尊为中心，看不起或看不惯他人，身口意也。慢久必骄，骄兵必败。共高我慢之人，会因为冷落他人，得不到他人的支持而慢慢深陷逆境。须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要因为他人吹捧抬举了你几句，就慢慢滋生共高我慢之心。如若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自然后患无穷了。一切众生皆具如来佛性，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天道好轮回，不要有共高我慢之心。说不准你今天看不起的保安大叔，明天收购你公司的就是他的儿子；今天受了你冷落的扫地阿姨，明天你会有重要的事情卡在他女儿的手上。又或者从智慧层面来说，大街上遇到的乞丐，说不准就是成愿再来的菩萨草棚里住着的农夫，说不准就是开悟的智者仓库里的职员，说不准就是混迹红尘的高人。真正达到了一定修为境界的人，对待谁都像对待自己，对待谁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佛看皆是佛，只有理明了，心宽了，才会彻底消除分别妄想见。待人如待己，处处结善缘，广种福田。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这世间的能量是会回流的。第6，戒疑不入妄境，心广，成就自来。何为疑？疑者，缺水缺气，不宁也。水者，
气者，能量往来之在也。就是说，心神持散，精气神不足，没有形成自己的正知正见，特别容易打妄想，容易被念牵，容易被相迷，容易被境转。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对自己不坚信，对真理不相信，对他人不信任，做事瞻前顾后的，前怕前有狼，后怕后有虎，陷入移情的人，是一种严重精神自我内耗。每打一个妄想，都是在消耗自身的能量，就是我们常说的散乱心。散乱心并不可怕，有散才有聚，有散才有合。只需找到一件事情，琴棋书画诗酒花，任选一件均可，将所有散乱的心神收回来，就定在这么一件事情上，反复凝聚修炼，功行久久，心神自和，精气自聚，两个眼睛都会散发出光芒来，能把一件事情做好，自然就能旁通100件事情的道理。因为做任何事情，道理逻辑都是相通的，只是表现形式稍微有所区别而已。稍加细微观察，就能触类旁通。也就是说，只要你具备做好一件事情的基础，接来下就能做成2件事、30-50来件事。但不建议太过跨行跨领域的泛散，因为一生的时间是极其有限的，专注在1-2件事上，去把它做到极致，成就反而要更理想。但就是做好一件事情，其本身的专业技巧，就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一个复杂的系统。如何转变观念，如何修炼心性，就在于转透以上6重境界，每转透一层，就能透穿一层新的结界，进入到一个不同的维度空间。戒贪不入绝境，心清，灵感自来；戒嗔不入困境，心静，慈悲自来；戒痴不入迷境，心明，智慧自来；戒怒不入窘境，心平，定力自来；戒慢不入逆境，心宽，福报自来；戒疑不入妄境，心广，成就自来。停止抱怨是修行的开始，懂得反省是修行的根本，懂得转念是修行的诀窍。修整自己，向内求，向外修。人生只要不放弃，慢点又何妨？等到以上6重境界都转透了，就自然回归本来灵知觉醒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苦尽甘来。修行人都要经验磨考，福报深的人一般前面都特别苦，一旦劫难度完，后半生福报特别大。福报将至，你就会苦尽甘来，涅槃重生，重登人生的巅峰。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